导青，它那个是引风的，那个吹风。这里有木炭，茶叶在里面。这里有木炭，烧火木炭拉进去，热风给它补风，吹了很多灰尘。那它这个茶叶就这样慢慢转，这边热风一直吹，对，慢慢转。如果你要翻了，我们差不多到了，我们就这样打开。比如这个茶叶在这里面，它有时会这个边上会有夹角，那我们轻轻用手翻，就把它那个整个捣得均匀，就叫尾雕。对，捣青就是尾雕，尾雕好了尾雕完了以后就要摇青，就靠这个机器全部做完，做成那个岩谷花香，就在这个机器里面做出来，这是机械的，还有手工是用晒的，晒的就比较费工啊，费工好了，一个人也要多，对，那我们用机器，现在机器也做的越来越先进，就好用，那我们这样一边摇，那个这边有木炭，烧火。这个木炭一路烧拉进去，风拉进去，这个机子会拉风的。它这个是引风机，把这边风拉进去，从这里出来，从这些小点里面出来。茶叶包在这里，那它这个中间的热了，就把它翻出来，它慢慢转会这样翻，像洗衣机一样，就会均匀。做出来就是那个你要花香就是花香在这里面，就看师傅做的。对。像我们这样的有18个这个桶，一天如果是做一轮，这个差不多400多斤一个青叶，一个桶可以装400多斤的青叶，400多斤的青叶有18个桶。对。如果是做2轮就不止了。这是做1轮，就是我18个桶大概可以做多少青叶，我们有一直跟采茶的沟通的。有带山的人，我们讲，采过来，我们这边一边称，采来称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叫那边停。你多了就做不去了。也不是坏，就是要做第2轮就很累，时间很长，对品质也保证不了。那我们这个都是做青机，这样子一个桶的这一间一天可以做1000多斤。的青叶茶青，3个桶，1、2、3。那1000多斤的青叶就是100多的干叶的吗？金茶，有200多斤到300斤的毛茶，半成品。金茶就是100多斤，10比1。10比1，对。这个是揉茶机。揉茶的。就是把那个茶叶一片一片的揉成那个条形的。这个是杀青机，炒锅，我们叫炒锅。这个比较近，这个是炒锅，那它那边烧火，这烧热以后，它这个可以转。茶在里面炒，炒熟了就拿出来。这个叫杀青机。就因为我们那个做出来的岩谷花香的那个香气要保证住的时候，它要把它破坏它的那个发酵酶，破坏它那个酶啊，就是要用热把它杀青，好了它就不会再变化。对。杀完就揉，趁热就要揉，揉完就要烘干。这个是烘干机。这烘干机，那你烘干了它才不会变质。对。烘干很慢吗？要烘2道。要烘2道。我们2个烘干机是做2道烘。那个烘第1道，这个烘第2道。那，比方说做老总水仙，你采茶了以后，一共需要几个小时做完？从摇青到。我们这样子吧，从5点钟上桶。到第2天早晨6点钟就去炒，到烘干要到下午的2点钟，就从今天的5点到下午的2点。那很辛苦了。1天，对。将近1天的24小时，然后做完之后10几个小时，还是半成品，还要挑选。还要选，把那个茶梗啊、黄片啊、那个杂质选掉。选完之后还要炭焙。还要焙，所以它这个是非常花工的。我们炭焙还要焙到2、3道。对，可能是1个月都
一道。所以我们讲喝这个，比如今年的茶，17年的茶，你要喝到很好的成品的，基本上像我们后面喝的这一泡的，最少都要中秋以后，才会稳定。因为我们备了一道，要放在那里等它返青，差不多1个月时间，再备第2道。如果你备3道，就等于要3个月。对。哇，周期。所以说，这个就跟有点像酿酒一样嘛，你酿了那个要翻一下，等下要等它一点时间，过一点时间再去翻一样的，有点像。这个茶叶也急不得，所以你现在的茶要到差不多8月份才好。所以说，如果刚刚做完茶的时候，你们买的时候很多就是新茶，就是清香的，清清的就没有办法备货，没有办法炭焙。对。那如果说现在要买有炭焙的茶，就只能买去年的。对。是这样子。所以在做茶的时候来看一下，更有意思。对，我们那个杀青机就是我们这个摇青摇到位了，就是我们要做茶这个师傅觉得这个茶做得很好了，它是发酵的嘛，它是发酵，它那个里面的那个物质会转化，那我们到那时候就赶紧要下来，下桶就用那个热锅把它杀青，破坏它那个发酵的那个酶，就把它稳定住，就是你这个做到这个发酵到够了，我就把它破坏掉。好了再来揉，揉好要赶紧也要烘干，不然它又会继续发酵，因为它是热的。对。热它就会发酵会变酸，茶叶会变酸，所以我们这2台烘干机是要一起开。这边烘出来第1道，晾1个小时，等它冷一点，收缩一点，再烘第2道，就变成半成品，就要用袋子装起来。那这个是焙煎的，这个我们因为今年也没焙，今年没有焙就放在这里。这个用这个焙，这个是焙刀，这个是焙刀挂灰的，这个是焙笼，这个是焙笼，茶叶放这个上面，茶叶放在这个上面，差不多放在这里这么高，就在这里焙，这里是烧烫的。这个是挂灰用的，这个刀啊是挂这个灰用的，挂灰用的。用那个荔枝炭，就是岭南那边烧的那个硬炭，就是我们讲的硬炭来去焙茶。这个到时它放在这个里面，还有一个焙盖，还有一个焙筛，还有一个东西盖的。那边有这种盖的。哎呀，今年没焙茶。是啊，这个茶叶放进去，这样盖进去，放在里面，要焙8到12个小时，一次，就是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来翻一次，要8最少要8个小时到12个小时。你如果是焙3道，就等于是20多个小时了。我们岩茶焙火的温度有高达140度这样子，然后高温杀菌嘛，所以我们的茶真的很干净。其他很多茶可能都没达到这个温度啊。对，我们这个温度比较高，所以它其实不存在什么讲那个，就是有的你就算有氨渣呢或者什么，它也杀死掉。杀死掉。对，它这个灰直接就那个，这个我们是装灰用的桶，这个是做茶的时候烧那个木炭，就是热风用这个竹炭，现在用这个竹炭比较干净。这个是装茶叶，备好了放在这个里面，倒在这个里面凉。而且我们还要热的不能装，就放在这个我们叫甕楼，土话叫甕楼，放在里面给它凉。如果热的装到袋子里面去，很容易就它有塑料嘛，闷坏掉，对，出杂味。这个刀很好用的，木头个的锯的，就挂那个灰，就这样开，你温度多少就靠这个刀去挂那个灰了。把它挂薄一点，它温度就上来。控制温度。用这个，还有一个灰，火灰。的厚薄，这个刀是挂那个灰用的，所以用木头刀。你到哪一个炭焙坊，它都有这个刀。或者用那个铲，就是抹这个墙壁那个铲。像我们现在焙火放到外面，请别人专门帮别人焙茶的炭焙坊焙1斤茶叶，要给他们付钱，就是6块钱到8块钱，要焙得好的师傅那是10块钱。对，他如果时间长一点的，他要算你10块。1斤。他有的比较赶，
他只是纯的为了做生意的那种的，我就是管你茶备的好坏，反正我就是5块钱都可以，但是我备的时间短，火非常高，火非常高，茶经常被坏掉。那你要备的好，它要慢慢炖，我们讲文火慢炖的那种的，它就是要10块到8到10块，就所以这个茶叶备，有的人讲5块钱，其实不一定的，你要备的好的往往很贵的。而且我们备一道茶叶损耗又比较多。我们今年我去找那个一家那个人，他帮我们备，有的茶备16个小时一次。那如果是你到那个普通烫杯坊，它就是8个小时，它也可以备到这个火，但是它出来效果就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口感不一样。啊，它就急嘛，火急，火急火燎的那种的，就很难喝。所以其实烫焙完我们茶叶的成本升高很多啊，因为烫焙完的茶它，除了说这个我们说付给别人工资啊，包括这个木烫这费用哈，都是他们出啊损耗，还有茶叶有损耗。因为茶叶它每备一次，它可能要试一下，可能备半个小时啊，1个小时啊，它抓一泡出来喝，哎，看这个茶备到什么火功，哎，能不能下备，还是要继续再备。所以我们茶叶喝掉的也喝了很多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茶越备啊，它很多平时在翻的时候又出很多的碎末，那些往往那些嫩芽全部就变成粉末了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武夷岩茶1斤好茶2两末，它那个顶端那个茶芽太嫩了，你备一备，轻轻碰一碰就碰掉了，那沫就很多。所以我们这个茶叶越备成本越高。你备一道它会少很多的。它那个沫很多。对。因为你是手工去冻它的，还有一个，因为茶本身是很脆的嘛，你稍微冻一下它就断，对一下它本身可能小小的，再给你冻一下断就变沫了。你那个沫一散掉，成本就上来了。1斤茶差不多有有时会有的小心一点的会好一点。对，最少也要1两沫。对呀，所以铁观音这一点可能会损耗少一点。不会。是一样的，也一样吗？它不是圆的吗？它是圆的，但是它在筛的过程当中啊，它就因为它是圆的，所以大家去放它的时候可能更用力，就不注意，所以它压碎的也很多。那我们岩茶这个非常厉害，它有的我们是这样倒出来，有的人是直接在背笼里面去翻，用手去翻的话，它有凹凸不平的，它经常卡断掉。是啊，茶叶会这样的。对，损耗。那我们这个烘干机就烧煤。烧锅炉，把那个热风拉进来，给它烘干。你如果是要便宜的那种的，他们就讲要便宜的话，就用烘干机备茶，也可以达到你要什么火也可以达得到，但是它成本低得多，损耗也更少。因为烘干机它是机器的，没什么人去翻呐，就损耗会更少，但是效果会更差。如果要好，肯定是炭焙是更好。对，是。炭火有力。而且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温度，哎，比较均匀。一个温度，一个我就这样，烘干机你上去，你设定的这个速度，你可能设定2个小时，它出来的时候不够，你现在没办法，它是机器设定的，它就出来了就整批就这个温度了。你差一点点，它不可能再换第2道，有可能。那我木炭的不行的话，我喝一下，哎不行，我再备1个小时，可能就刚刚好，我就再下备。对。因为烘干机它是一直走住，而且木炭本身就有很强的穿透力，它那种红外线啊，有杀菌。它的原理不一样，它这个是热风，它这个是用红外线，它那个热气直接蒸腾上来，还会跟它有那种一氧化碳会跟我们那个茶里面它产生那个离子变化，这个是他们那个福州大学是福州大学还是浙江大学的，在那个武夷大学那边有跟那个做交流的时候，他们有做这一块试验，就是我们用木炭它会产生一氧化碳，一氧化碳它是有还原性的，它可以氧化那个茶叶里面的物质，所以炭焙的跟烘干机包括烤箱包括电焙笼的味道不一样，炭焙就是这一点，它有一个一氧化碳产生，会还原里面那个茶叶的物质。一氧化碳它有还原性，